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 Hot Search 1。 当德黑兰的夜空被爆炸声打破，中东局势再次引发全球关注。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精确打击，不仅是对本月初伊朗发射100枚飞弹的回应，更标志住这场区域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强调，这是对主权国家自卫权的行使，但却也让国际社会倍感忧虑。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也在持续升温。总理尼坦雅胡拒绝停火提议，坚持设立无真主党战士的缓冲区。这一决定导致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遭受攻击，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14名平民死亡。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停火呼吁，以及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处境，都凸显出这场冲突的复杂性。在这场国际角力中，美国前总统川普频繁与尼坦雅胡通话的消息更引人瞩目。相较于现任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政府的沟通频率降低，川普宣称的每日通话似乎暗示住某种政治意图。这不仅关系到美国国内政治，更涉及未来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这个词之所以冲上热搜，不仅因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具有重大转折意义，更因为它牵动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从加萨走廊到黎巴嫩边境，从德黑兰到耶路撒冷，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和平究竟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当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国际社会是否能找到一条化解危机的出路？ Hot Search 2。 世界大赛总是考验球员们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在对决2支拥有深厚历史的球队洋基与道奇时，压力更是显得巨大。在这次世界大赛中，洋基的甲级与道奇的贝兹各自展示了面对压力的不同方式。甲级运用的是视觉化的技术，透过想象比赛的各种情境，让自己在场上更有把握。他形容这种方法就像是在大脑中提前模拟过比赛，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预先的准备。不论球场上发生什么，这样的练习能让他保持冷静，集中精力去应对挑战。与此同时，道奇队的贝兹则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享受当下。他通过特别的呼吸技巧来让自己沉静下来。无论场上的情势好坏，他强调要在当下找到乐趣。贝兹表示，压力存在是无可避免的，但我选择去拥抱它，享受每一次上场的感觉。这样的心态让他在本季季后赛中表现出色，不仅稳住了打击率，还以全垒打和打点帮助道奇队走得更远。那么，为什么这些抗压心法能成为热议话题？大多数人认为，在压力之下表现出色，不仅需要身体的素质，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而甲级和贝兹的抗压心法刚好代表了2种人们常用的应对压力的方式：预先准备与及时享受。在这个高强度的比赛环境中，他们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心理抗压的重要性，也让球迷们更深入地认识到大联盟球员在光环背后的努力和坚持。你觉得在面对压力时，你会选择哪一种方法？预先准备好一切，还是享受当下？ Hot Search 3。 在2024年的世界大赛上，洛杉矶道奇队在对决纽约洋基队时，球衣袖口绣上了34号和 Fernando Valenzuela 的字眼。这一举动用来纪念刚刚去世的传奇投手瓦伦祖拉。瓦伦祖拉在1980年加入道奇队，从墨西哥联盟转战美国职棒大联盟。他在新人年便展现出惊人的投球实力，并在1981年带领道奇赢得世界大赛，成为赛扬奖和新人王得主。
他的精彩表现和独特的旋转头球方式迅速引发了瓦伦祖拉狂热，尤其是在拉丁裔球迷之间，他成为了墨西哥人的骄傲和跨国界的体育偶像。道奇队在球衣上绣上34号，以纪念这位传奇球员的卓越贡献，也象征着球队对瓦伦祖拉影响力的承认和尊敬。对于许多球迷来说，这个号码代表着一段历史、一种情感，以及瓦伦祖拉对于棒球文化的深远影响。瓦伦祖拉的故事不仅限于体育场上的表现，他还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连结了墨西哥与美国。尤其是在拉丁裔社区中，他代表了一种勇敢追逐梦想的精神。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瓦伦祖拉突破了种族和国籍的界限，让更多拉丁裔年轻人相信他们也可以在美国职棒中闪耀。这样的象征意义使得瓦伦祖拉的离世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巨大失落。这个34号的背后，不仅是对一位棒球选手的尊敬，也是对一位打破界限、激励世人的精神偶像的怀念。这是否是瓦伦祖拉最重要的遗产？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又会延续多久呢？ Hot Search 4. 为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食药署一名被同事称为食药署之花的女职员，近期被揭发多次进出东区高档酒店，甚至有奸差的嫌疑。事件发生在2024年10月18日，食药署接到匿名检举，指控该名女职员在酒店兼差。食药署正丰市随即展开调查。虽然女职员起初并未诚实交代，但随后承认自己曾多次进入不当场所，并否认实际奸差。根据调查结果，食药署于10月25日召开考纪会，最终依公务人员考纪法及相关规定，给予该名女职员1大过2小过的处分，并将其调离原职位。此次事件不仅引起了社会对于公务人员行为规范的讨论，也暴露了职场中的经济压力问题。女职员的同事推测，她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过大，才选择到酒店兼差。根据食药署的声明，公务人员即使在下班时间，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尤其不能进出不当场所，更不要说涉及兼职活动。这一处分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两极化。一方面，有人认为公务人员作为政府机关的代表，必须保持高度的行为标准，任何可能损害机关声誉的行为都应被严格处理。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于该名女职员的处境表达了同情，认为社会应该更多的关注职场工作者的生活压力，而不是单纯的进行惩罚。这次事件中，公务人员在经济压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拉扯，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生活选择的多重期待与矛盾。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规范和对于公务人员的要求？经济压力是否能成为合理的解释，还是这样的行为应该被一概排除？ Hot Search 5. 男星赵正平再次成为热搜焦点，这次的原因是他与小22岁的空姐老婆即将迎来新生命。赵正平赵哥自2021年和前妻离婚后，2年前认爱空姐女友，今年1月公开求婚，并于8月完成结婚登记。如今，这位直率敢言的男星即将在56岁之际迎接新生儿的到来。赵哥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即将出生的儿子的超音波图片，还幽默地向网友征求育儿神器的建议。他坦言，这孩子的到来对他和妻子而言是一份无法言喻的恩典，他们对此充满感恩，并期待着这段全新的人生旅程。赵正平的这段婚姻和家庭生活充满着爱与勇气，与小22岁的妻子建立家庭，并选择在中年再次当爸爸，对他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责任的决定。在过去，赵哥以其敢言的个性和直率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但这次他选择以一种更加感性和温柔的方式面对公众，与大家分享他对家庭的深情与承诺。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冲上热搜，不仅是因为赵正平的明星光环，更是因为这段跨越年龄差距的爱情故事，让人看到家庭、爱和勇气的重要性。赵哥的选择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他让我们看到，
无论年龄如何，只要心中有爱，都能迎接新的可能性。那么，你认为年龄是否真的会成为重新出发的阻碍？赵正平在面对家庭新挑战的时候，能否保持他一贯的幽默与勇气？这将是我们期待看到的。